昨天在群里面看到了一张很有意思的图片，图片里面讲的是香港理工大学和四川大学合作了一篇研究。这篇研究的名字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叫《社会经济差异和文化价值观差异对于数字美容的趋势的影响》。就是里面提到呢，GDP 低地区的女性，她们更喜欢把自己往白幼瘦的那个方向去 P 图，比如说大眼睛、圆脸，或者是白皮肤等等。但是在 GDP 比较高的地区的女性，她们修图的话，往往是比较还原样貌的。里面就写到说，可能是因为 GDP 高的地区多元文化的包容性比较高，或者说多元审美的包容性比较高，所以的话，在这些地区的女性，她们更容易接受自己原本的面貌。但是在低地区 GDP 比较低的地区呢，可能因为竞争资源的关系吧，就大家都需要自己往资源更多的地方流动，所以他们会用面貌作为一种竞争的优势。我当时看了那个截图，就觉得还挺符合我自己曾经在我的家乡观察到的情况的。就是我是一个来自于5线城市的女性，我在毕业之后有在家乡工作2年多的时间，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身边有一些我自己觉得长得很好看的女性，哪怕她平时不化妆，我也会觉得长得真的很好看。但是当她们拍了照片之后，会去 P 图嘛，但 P 图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 P 出来的那个风格跟我所看到的她基本上不像是同一个人。就他们的脸会 P 得很像那种，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种风格。但是如果说用白幼瘦来形容的话，也有一点点接近，可是它又不是特别能够完美的概括我之前感觉到的二者的差异嘛。所以这个截图就让我想到我当时在我的家乡感受到的一些让我觉得很震惊的地方。就我其实很少自拍，一部分原因是觉得自己长得确实不上镜，不好看，所以每当我跟我的朋友们拍照的时候，我都也不能说抗拒，就是能不拍照就不会拍照。然后如果我的朋友们需要修图的话，我就会跟他说，你可以稍微的美白一下，但是不要尽量的去 P 我的皮肤，就是不要比如说 P 我的下巴， P 我的眼睛，或者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就我可能会对这些细节非常的敏感，如果一旦感觉到这个人他不是我了，那我不是很乐意让别人看到他。因为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脸长什么样子，可是如果我把 P 的很过分的一张照片发出去之后，我是会产生非常抗拒的感觉的。就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不管是我在生活中的样貌，还是我在放在互联网上的样貌，如果他们长得不一样的话，我会觉得很膈应。这个不一样是说，比如把我的下巴变得更尖，把我的眼睛变得更大，又或者是把我的鼻子变得更挺，就这些稍微有一点点改变，都会让我觉得不对劲、不妥。就是有点像是对面貌的要求的一致性吧，是很高的。我不希望他看起来跟我本人不像。我也不知道，
虽然我在录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也有用它的那个模板，就是美白程度肯定是有的，但总体而言，轮廓是非常还原我原本的脸。